我们来数一个有点离谱的数字：5000亿美元。是的，你没听错。根据实时富豪追踪，埃隆·马斯克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身价迈过5000亿门槛的人。更离谱的是速度，去年12月，他刚跨过4000亿。如今不仅再上一个台阶，还把第二名拉开了大约1500亿美元的差距。如果把世界首位万亿富翁看成终点线，他离那条线只差最后一段冲刺。这一天，特斯拉股价小涨将近4%，他的财富就顺手多了90多亿美元。投资者为什么乐观？因为他给了一个很马斯克的信号，把时间往关键处再压一压。4月的财报会上，他宣布从对外职务里抽身，把更多精力压回特斯拉。结果短短几个月，股价几乎翻倍。当市值重新逼近历史高点的90%区间，他手里那12%的持股，但在特斯拉就值1910亿美元。更大胆的是董事会抛出的火星射击式薪酬方案。如果未来10年，特斯拉做到一连串近乎疯狂的里程碑，比如市值增长8倍，他将解锁最多1万亿美元的股票奖励。夸张？是的，但这家公司一向把不可能当路线图。别忘了，特斯拉不是他财富的唯一引擎。2002年成立的 SpaceX， 最近一次私募估值约4000亿美元，他持股约42%，账面就是1680亿美元。这边是电动车和 AI 工厂，那边是可回收火箭、卫星互联网与深空野心，两个引擎互相加速。再看新成立的 XAI， 和他收购的社交平台 X 合并后，估值做到了大约1130亿美元。他在合并后的控股公司里持股约53%，这块给他贡献的数字大约是600亿美元。汽车、火箭、卫星、社交、AI， 听上去像5家公司，实际上像同一张时间表，把算力、流量、制造、发射窗口、用户串成一条高速路。如果它维持这样的推进速度，有机构预测，到2033年3月，他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个万亿富翁。巧的是，那时他那份超大号薪酬计划也将迎来关键的归属节点。当然，他的说法一贯直白，不是为了钱。这句话很多人不信，你可能也不信，但我们准备做一件简单的事，不替他辩护，也不替他宣传，只把这串数字换成一段可见的轨迹。这一段轨迹有多奢华？也许很奢华，可它也很接地。住过豪宅，也住过简陋小屋，开过发布会，也在办公室桌子底下打盹。你会看到他把生活当成工具，把床挪到问题旁，把自己摆到镜头里，让团队看见，让供应链看见，让世界看见。我在。从外面看是5000亿美元，从里面看是一张张推进到凌晨的进度表。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故事。钱从哪里来？风险怎么被分散？时间如何被花在能动结果的那20%？这不是童话，也不是神话，更像是一套把复杂问题压到物理层的做题方法。Yeah, my workload went up from about, 70 to 80 hours a week to probably 120. So, yeah, I go to sleep, I wake up, I work, go to sleep, wake up, work, do that 7 days a week. I'll have to do that for a while. No choice. But I think once Twitter is set on the right path, I think it is a much easier thing to manage than SpaceX or Tesla. So, 你看到那张图了吗？10月的一个早晨，社交媒体忽然炸了。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穿着黑 T 恤，连枕头都没有，就这么躺在桌下小憩。一句话，一个能撬动火箭、汽车、卫星和社交网络的人，税法比你我还朴素。别急着下结论，这不是第一次，更不是摆拍。互联网上能拼出一整部马斯克睡觉史。
平躺在桌面上，从桌底钻出来，一脸没醒透，没有枕头，外套叠2下就当垫子，偶尔升级到一张沙发，正装里睡在零件堆旁，换上睡衣，旁边终于有枕头和薄垫，这是一种常态。项目冲刺7成以24小时连轴转，工位边搭帐篷，会议室塞临时床垫，凌晨3点的走廊灯从不关。有人问，你有钱到多少代都花不完，为什么还这么苦？他的回答很直白，如果员工觉得老板在别处享乐，心里会不平衡，让他们看到老板也躺在地上，这很重要。这不是苦情戏，而是清晰的管理术，把同甘共苦做成可见的样子。你可以不同意，但很难忽视它对士气的作用。I was living in the factory in Fremont, and the one in Nevada for 3 years straight. That was my primary residence. Not kidding, literally. Did you keep the couch? I actually slept in a couch at one point in a tent on the roof, and then, but for a while there, I was just sleeping under my desk, which is out in the open in the factory, and for an important reason. And it was damn uncomfortable sleeping on that floor. And always, when I woke up, I'd smell like metal dust. We went to visit, and they bought him a new couch. Yeah, but actually, I stopped using the couch because there's a little conference room and a couch there. I stopped using the couch. And I just slept on the floor under my desk, so during shift change, the entire team could see me. And this is important because, like, you know, the team, If they think the sort of their leader is off somewhere having a good time, you know, drinking Mai Tais on a tropical island, which I could definitely have been doing and would much have preferred to do. I'm not actually a masochist, I think, but the thing is that since the team could see me sleeping on the floor during shift change, with nothing. They knew I was there, and that made a huge difference. And then they gave it their all. 他确实是那个第一，榜单会涨跌，偶尔被对手短暂反超，又很快回到顶部。数字之外，更值得看的是结构，财富与他押注的公司高度绑定，波动也就顺理成章。卫星上天，火箭回收，软件订阅， AI 产品迭代。每一次产品节奏都能在他的净资产曲线里留下波峰或谷底。一句话，他的钱不是银行里的静态数字，是项目时间表的投影。生活方式并不总是豪宅打底，他曾公开说要轻装上阵，随后几年里陆续卖掉多套房产，又在火箭基地旁租住过价格亲民的小房子，离发射场近，通勤短，随时开会。媒体吐槽他太抠，粉丝却觉得像个工程师。后来风向又变了，在新的城市，他购入多套住宅，2套挨着，方便一家人拼在一起。理由很实际，孩子多，家族大，访客多，空间得跟上。选择不是穷富的2元，而是……说到家庭，数字更密，至少10几位子女，4位母亲，名字里有神话、数学、天体，也有很日常的称呼。与前妻育有多名孩子，与歌手伴侣的孩子名字因极客感而走红，与公司高管育有子女。报道里还有最新的新增，还有网红公开称与他育有一子。这些信息常登上热搜，但放回他的人生策略里看，更像是一种把时间铺开的方式。他在公司里分散风险，在家庭里分配陪伴，不是每个人都认同，但这确实是他的选择方式。他的感情史像他做公司，快、果断、反复校准，与英国演员2次结婚又2次离婚，分手声明依旧永远爱你，与多位公众人物的绯闻，
媒体总能找到更吸睛的标题，可若把时间拉长，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关系可以变，合作仍继续，情感有起伏，目标没改变。就像火箭发射，第一节分离之后，第二节继续工作。所以我们再看那张照片，它不只是有钱人装辛苦的镜头，而是一套持续多年的工作方式的切片，把可见的辛苦当成管理工具，把可控的生活当成选择权。他把注意力花在能拉动结果的地方，产线节拍、发射窗口、软件更新、成绩沟通。他知道镜头会来，于是干脆把镜头当作组织公告栏，告诉团队我们在同一条船上。观察他处理问题有一条主线，把树干抓紧，枝叶后算。产品先做出能动的版本，再把毛刺抛光。组织先让最小闭环跑起来，再扩容。资本先把钱变成推进力，再谈好看。这一套节奏经常被误读为粗糙，可它的另一面是快迭代，像在崎岖的路上开越野，颠但进得去。你会骂他吵，可你承认他能到达。当然，争议从未缺席，强势的目标管理，突发的策略切换，社交平台上的直言不讳，支持者称之为真实，反对者看成鲁莽。你可以喜欢或者讨厌，但很难保持无感，代价也是真实的。团队要承受更频繁的更改，家庭要协调时间的拉扯，本人要接受随时被放大的一举一动。我们在问，如此富豪为什么睡在办公室？因为办公室离问题最近。白天你说我们需要更多产量，晚上你就躺在产线隔壁。白天你说把发射窗口往前挪，凌晨你就在控制室门口合眼。把身体摆在问题旁边，事情就会快半步，这半步叠加成项目的领先。对团队来说，被看见的努力是一种心理分红。当你熬夜时，老板也在；当你背锅时，老板也上台。这种被看见的公平，不是制度，却能抵消很多制度之外的摩擦。久而久之，组织里会形成一种共识：不浪费时间，不浪费别人的时间。把生活方式当工具，这是他身上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豪宅与出租屋不只是住哪里，而是组织在什么阶段，我该在什么位置。孩子多不只是热闹，还是我用家庭提醒自己，别把全部意义压在公司上。你可以不同意他的做法，但你会看到一种清晰的逻辑：资源服务于目标，目标服务于意义。镜头外还有大量无聊却重要的日常。会议准点开始，周报只看结论，代号统一，图纸版本对齐，凌晨回邮件只回3行，开门见山地说这个不行，砍掉。这些枯燥的小动作才是让火箭能落回来的真正支架。浪漫留给新闻头条，效率留在桌面上。谈钱，我们只说一句：他财富的曲线像心电图，因为它连着产品的心脏。火箭回收成功，线往上抬；产线堵塞，线往下掉。你看到的是排行榜，他看到的是项目管理看板，两者并不矛盾，只是视角不同。很多人把它当榜样，也有人当反面教材。更实用的做法是拆解方法，择其适用。如果你是学生，学他先跑起来，再优化的节奏；如果你是工程师，学他把问题拆到物理层的习惯；如果你是管理者，学他让团队看见你的透明；如果你是普通打工人，至少学他把注意力花在能动结果的那20%。别学通宵，学抓主线。照片里没有华丽的台词，只有一张硬邦邦的地面。他躺在那儿，像是在说：
我也没什么魔法，只有时间和选择权。当你拥有选择权时，睡办公室是一种策略；当你没有时，睡办公室是一种无奈。差别很残酷，也很真实。如此有钱人为什么睡在办公室？因为他可以不睡在办公室。可当他选择这么做，团队会跟上，项目会跟上，舆论也会跟上。至于豪宅、出租屋、感情与子女，在他的世界里都是可选项。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更多时候是被选择的那一方。一句话，世界首富的枕边不一定是鹅绒，但一定摆着一张进度表。